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是许洛西的妈妈。那个在5个月大时永远离开我的孩子，是我穷尽一生都放不下的心头肉。今日，我怀着被碾碎后拼凑起来的悲痛，站在这里向您倾诉，不为争辩是非对错，只为守护孩子最后的安宁，捍卫我们作为父母仅存的尊严，不让我们的痛再被当成无关紧要的素材反复撕扯。我们的洛西是个格外乖巧的孩子，他的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光，因为有了他，每天下班的路都是快乐充满期待的。到家推开门，我总是第一时间奔向属于他床上的那个固定位置。可爱的小圆头盖着柔软的百家被，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朝我笑，嘴里发出咿呀的软声，像是在喊妈妈。每次喂奶时，他会紧紧搂着我的胳膊，小脑袋蹭来蹭去，吃饱了就咂咂嘴，蜷缩在我怀里幸福的打盹儿，像一个小煤气罐，散发着属于他身上的奶香味儿。他刚学会从侧卧翻向俯卧，每次成功翻过去，都会抬起小下巴，蹬着小短腿儿，发出得意的哼唧声，等着爸爸妈妈鼓掌夸奖。可这所有的期待都永远停在了2025年11月14日的手术台。那天7点多，我亲手把5个月大的洛西抱进手术室，他2只精灵般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又看看周围陌生的环境，眼神里有对陌生环境的不安和哭泣。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不舍和难过，但是想着为了洛西一辈子的健康成长，只是短暂的分离，中午就可以相见了。我把他小心翼翼亲手交给了医生手里，我自己哭着走出了手术室。万万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再次见到一眼是相隔10小时后。我多次请求同意了我进入 PICU 1分钟，我看见他全身插满了管子，憋得肿胀发黑的脸。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我感应到我的孩子在维持心跳和血压都无比艰难的时刻。洛西身体里最深处最本能的生理机制依然对全家人的爱做出了反应。那滴眼泪是孩子的整个生命系统在彻底停止工作前对他的妈妈发出的最后一道微光。他拼尽了全身最后一点生物学力量来完成与妈妈最后一次爱的告别。是爸爸妈妈无能，生前没有保护好他，让洛西人生的最后一天去承受了成年人身体都忍受不了的痛苦折磨。阴阳2隔后，小小的他还要在一张隔尿垫孤零零地躺一个晚上。虽然一门之隔，虽然妈妈真的拼尽了全力，那晚始终没有见到洛西最后一面。直到第二天11月15日的中午，在殡仪馆，终于再也没有人阻挠我的宝贝跟家人见面了。可是孩子的样子暴击我一生，小小的嘴巴张着，吐出的小舌头时不时鼻腔流出血，头发和脸上呈现黑黄色，湿漉漉的反着光，像是被碘伏擦洗过一遍又一遍。小小的身子被一件崭新的不符合尺寸的儿童病服简单的遮住上半身。我颤抖着轻轻掀开病服，除了看到孩子左边半个身子大大的纱布贴着，整个右半身全部淤紫。这一幕幕的暴击，全家人的心扎满了刀子。我小心翼翼，终于把我的宝贝抱在怀中了。曾经软软糯糯的小婴儿，变成了一具僵硬、冰冷、充满碘伏味道的尸体。如今，每个夜晚都是那天挥之不去的画面。除了剜心之痛，精神凌迟，更是无尽的自责。停下一面之词，决定做手术，亲手把我的挚爱送上了断头台。从洛西离开的那天起，我们家就彻底变成了一座装满回忆的潮湿牢笼。为了查明孩子离世的真相，我们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配合着每一次调查，提交了所有与手术相关的材料，只盼着能知道为什么好好的孩子软软糯糯地交给妇女儿童医院陈君璇手上，你们让他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永远离开了人间。维权的路上不仅万般艰难，更万万没想到，在今天的庭审上，我们的悲痛竟成了被消费的素材。我们小心翼翼守护的隐私成了被告攻击我们的武器。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回应孩子心脏手术中的核心问题：一、
手术决策有疑点，术前诊断、心脏彩超和 CTA 的矛盾评估存在信息差。2、术中操作是否存在失误。3、术中抢救是否及时和规范。4、体外循环是否符合规范。5、尸检报告没有无顶冠状综合症，手术当天，医生告知家属给孩子成功修补了这个病。6、为什么距离宣布孩子死亡后，我们全家苦苦哀求了10几个小时，都拒绝让我们见孩子最后一面。7、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要求封存病历，要求第一时间见手术医生，要求第一时间见院方领导，全都无人理会，逼着我们全家人跪在马路上。8、我们多次要求看手术室监控，院方回答没有回放功能。可是根据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南院监控系统扩容项目成交公告合同编号，医院的监控设备所采买的设备存在录音、录视频回放、存储功能，国家有相关的强制标准，并且根据警方调查和监控厂家确认，确实有储存介质有回放功能，只是硬盘被拿掉了。请问消失的硬盘到底是术后人为拿掉，还是如警方调查所说2022年硬盘拿掉，凑巧和手术医生陈军贤从泌尿科转回小儿心外科同一年？包括麻醉车的监控也没有声音，为什么医院不能出具监控购买型号？这些关乎孩子，我们失去了洛西，已经失去了世间最珍贵的幸福，我们不想再失去他的隐私。小小的他为了证明自己本不该死，尸检从大脑到脚又被划开，缝缝补补。寒冬腊月，此刻我的孩子还在零下几十度的冰柜里。我作为妈妈，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5个月大的孩子再去抹黑，不想让洛西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要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帮助我的亲朋好友被人反复伤害。我们只想护住孩子最后一点安宁尊严，守住作为父母的最后一点尊严。我们总希望洛西他能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拼尽全力保护他。他死得突然、意外、惨烈，全家人在拼尽全力让他真正的瞑目。我们也希望在这漫长的诉讼里，我们的家庭能少一点屈辱，多一点被尊重的温暖。谢谢审判长、审判员。小臭洛洛蛋蛋，臭洛洛，臭洛洛，小蛋蛋，你你看自己有点想翻身。迟早的，用不了10天自己能翻过去的。洛洛宝贝，来吧，怎么那么懒？训练训练，翻一个好不好？哎呦，好，好嘞。哎呦，好，小叔，看看小叔，你看，倒在这，他知道往一边倒，干嘛不想来了？啊，咋嘞？好，有个人你自己翻过去，你自己翻。哎呦，真棒真棒，自己发力了，也不错。巴拉巴拉，小露露头。好，好，哎呦，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